Hello Hello， 屏幕前耳机里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呀！我是你们的主播青青阳，又准时和大家见面啦。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，我猜很多朋友都有过切身感受，尤其是那些和我一样曾经特别较真、急功近利的人，那就是慢慢放下对结果的执念，学着享受过程，到底有多治愈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为了一场考试，没日没夜的刷题，满脑子都是必须考高分，一旦成绩不理想，就觉得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，陷入自我否定。为了一个项目，熬了无数个通宵，拼尽全力想做到最好，可最后没有达到预期，就瞬间失去了所有动力，甚至不敢再尝试。为了培养一个习惯，每天逼着自己打卡，一旦中断一天，就觉得自己一事无成，干脆彻底放弃。其实呀，以前的我就是一个妥妥的结果至上主义者。在我眼里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只有拿到自己想要的结果，这件事才有意义，所有的努力才值得。我从来都不会去关注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多少，成长了多少，只在乎最后那个答案。一旦答案不满意，所有的付出都会被我全盘否定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决定报名学习剪辑，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，3个月内必须学会独立剪出高质量的短视频，还要收获一定的粉丝。为了这个目标，我每天下班回家就逼着自己看教程练操作，哪怕累到眼睛发酸、脑子发懵，也不敢休息，生怕浪费一点时间达不到自己定的目标。那段时间，我整个人都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，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想今天要练多久剪辑，什么时候才能出成果。晚上睡前还要复盘自己当天的进度，一旦觉得进度太慢，就会特别焦虑内耗。我甚至因为剪出来的视频不满意，偷偷哭了好几次，觉得自己太笨，付出了时间和精力，却一点进步都没有。就这样，我硬撑了3个月。最后虽然学会了基础的剪辑技巧，却并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高质量短视频和粉丝量。那一刻，我彻底崩溃了，觉得自己这3个月的努力全都白费了。我把剪辑软件卸载，再也不想碰，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再尝试任何新的东西，害怕自己再一次失败，害怕所有的努力都没有回报。还有一次，我报名参加了一场演讲比赛，为了能拿到名次，我把演讲稿背得滚瓜烂熟，反复练习语气、语速、手势，甚至对着镜子练了上百遍，连表情管理都做得一丝不苟。我每天都在担心自己上台会紧张忘词，担心自己表现不好，担心拿不到名次。那种对结果的执念，让我每天都过得特别疲惫、焦虑。可偏偏事与愿违，比赛当天，我因为太紧张，上台后还是忘词了。虽然最后勉强完成了演讲，却没有拿到任何名次。下台之后，我特别难过，觉得自己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，甚至不敢面对身边的朋友，觉得自己特别失败，连一场演讲都做不好。那段时间，我因为太过执着于结果，陷入了严重的内耗。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，总是在担心做不好怎么办，达不到目标怎么办。慢慢的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快乐，甚至开始厌恶这样的自己，厌恶那个只看重结果，忽略过程，一旦失败就自我否定的自己。直到有一次，我和闺蜜聊天，把自己的烦恼和焦虑都告诉了她。闺蜜听完之后，没有安慰我，反而问了我一句话：青青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在学习剪辑的这3个月里，从一开始什么都不会，到后来能独立剪出完整的视频，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吗？你在练习演讲的过程中，慢慢克服了自己的胆怯，敢于站在众人面前表达自己，这难道不值得开心吗？闺蜜的话像一记警钟，瞬间点醒了我。我突然发现自己一直都在执着于那个完美的结果，却从来没有好好感受过过程中的成长和快乐。我忽略了自己第一次剪出完整视频时的喜悦，忽略了自己第一次站在镜子前练习演讲时的勇敢，
忽略了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付出的每一份努力，忽略了自己一点点的进步。我开始慢慢反思自己，开始试着放下对结果的执念，学着去享受过程。我重新下载了剪辑软件，不再给自己定任何目标，不再逼着自己必须剪出高质量的视频，只是单纯的享受剪辑的过程，把自己喜欢的画面、喜欢的音乐组合在一起，做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哪怕剪得不好，哪怕没有任何人看，我也觉得很开心，很满足。我也开始试着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接受自己的努力可能得不到预期的结果。我不再因为一件事情没有做好就自我否定、自我内耗，而是告诉自己没关系，至少我努力过了，至少我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了。哪怕没有拿到想要的结果，这段经历也会成为我成长路上最珍贵的财富。慢慢的，我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快乐，越来越从容。我开始明白，生活就像一场漫长的旅程，重要的不是终点，而是沿途的风景。做一件事情，重要的不是最后的结果，而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付出的努力，收获的成长，感受到的快乐。那些看似失败的经历，那些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，其实都在悄悄塑造一个更强大、更从容、更温柔的自己。其实，我们之所以会执着于结果，之所以会因为结果不满意而焦虑、内耗，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太害怕失败，太害怕自己的努力得不到回报，太想通过完美的结果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可我们忘了，人生从来都没有所谓的完美结果，也没有所谓的一帆风顺。所有的成长都源于那些不完美的经历，源于那些看似失败的过程。就像我们种一棵树，我们能做的就是按时浇水、施肥，细心照料它的生长，却不能确定它什么时候发芽，什么时候开花，什么时候结果。就像我们养一盆花，我们能做的就是耐心呵护它，却不能确定它能开多久，开得多艳。可我们在照料它们的过程中，感受到的期待和喜悦，感受到的生命的力量，早已超越了最后的结果。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和曾经的我一样，还是很难放下对结果的执念，还是会因为结果不满意而焦虑、内耗。所以今天我就结合自己的经历，和大家分享几个小方法，希望能帮到大家慢慢放下对结果的执念，学着享受过程，与自己温柔和解。第一个方法，降低期待，接受不完美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焦虑和内耗都源于我们过高的期待。我们期待自己做什么事情都能一帆风顺，期待自己的努力都能得到回报，期待自己能拿到完美的结果。可越是这样，我们就越容易失望，越容易陷入内耗。其实，我们可以试着降低自己的期待，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接受自己的努力可能得不到预期的结果。做一件事情之前，不要总想着我必须做好，我必须拿到想要的结果，而是告诉自己，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，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，我都能接受，因为我享受这个努力的过程。当我们降低期待，就会发现生活中的很多快乐都藏在过程里。第二个方法，关注过程，记录成长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之所以会忽略过程，是因为我们太关注最后的结果，而忽略了自己在过程中的成长和进步。我们可以试着把注意力从结果转移到过程上，在做事情的过程中，多关注自己的感受，多记录自己的成长和进步。比如你在学习一项新技能，不要总想着什么时候才能学会，而是记录下自己每天的进步。今天学会了一个小技巧，明天克服了一个小困难，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进步，都是你努力的证明，都是你成长的印记。当你回头翻看这些记录，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优秀。而那些曾经让你焦虑的结果，也变得不再那么重要。第三个方法，允许自己失败，学会与自己和解。我们总觉得失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总觉得一旦失败，就意味着自己很没用，意味着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。可实际上，失败从来都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。
它只是我们成长路上的一次经历，一次考验，一次成长的机会。我们要学会允许自己失败，允许自己的努力得不到预期的结果，允许自己有做得不好的时候。当我们失败的时候，不要自我否定、自我内耗，而是试着和自己和解，告诉自己没关系，失败不可怕。重要的是，我从这次失败中学会了什么？重要的是，我在这个过程中努力过，成长过。只有学会与自己和解，才能真正放下对结果的执念，才能真正享受过程中的快乐。现在的我已经慢慢摆脱了结果至上的执念，学会了享受过程。我不再给自己定过高的目标，不再逼着自己必须拿到完美的结果，而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情，去感受过程中的成长和快乐。我会在空闲时间安安静静地读一本书，不再想着读完这本书我能收获什么，只是单纯地享受文字带来的治愈和美好。我会偶尔练习剪辑，不再逼着自己必须剪出高质量的视频，只是享受把喜欢的画面和音乐组合在一起的快乐。我会勇敢地去尝试新的东西，不再害怕失败，不再害怕自己做不好，只是享受尝试的过程，享受自己一点点成长的喜悦。我发现，当我放下对结果的执念，学着享受过程的时候，我变得越来越从容，越来越快乐，也越来越接纳自己。我明白，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场冲刺，而是一场漫长的慢跑。重要的不是你跑得多快，不是你最后能不能拿到第一名，而是你在跑步的过程中感受到的风的温柔，阳光的温暖，感受到的自己一点点的进步和成长。其实生活中的很多美好都藏在过程里，那些看似无用的努力，那些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，那些不完美的经历，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塑造一个更强大、更从容、更温柔的自己。我们不必执着于最后的结果，不必因为结果不满意而焦虑、内耗，只需好好享受过程，好好努力，好好成长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就好。好啦，今天的播客内容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那些和曾经的我一样执着于结果、陷入内耗的朋友带来一点点温暖，一点点力量。也希望大家都能慢慢放下对结果的执念，学着享受过程，学着与自己温柔和解，学着接纳生活中的不完美。最后还是老样子，愿我们都能不慌不忙，从容不迫，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好好努力，好好享受，好好成长。愿我们都能明白，努力的意义不在于拿到多么完美的结果，而在于享受努力的过程，在于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青青杨。